香港這座城市很特別，一直以來它都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窗口之一。國際遊客、奢華品牌、頂級酒店和高端餐飲很早就選擇在這裡扎根，久而久之，香港便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國際化服務體系和味道審美。而窺見這套體系的一般，烘焙和甜品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察入口。嗨，我是喜歡帶你探尋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一起，我們從街邊小店吃到世界第一酒店，看看在香港的日常烘焙與頂奢甜品都是什麼水平吧。那麼世人都說香港的烘焙水平很高，於是我們就隨便在酒店附近找了家評分很高的小店，先試試水。這個是他們家的招牌 sourdough egg tart， 就是酸種的蛋撻。那我們來試試。雖然沒有吃出來它酸種在哪裡，但它的塔皮很酥脆，塔餡也非常好吃。不錯。然後是他們的 cinnamon roll， 這種典型的丹麥面包機烤出來的卷卷，肉桂的香味非常的濃啊。然後它裡邊加的有山核桃，然後你們可以看到底部是鋪了焦糖烤的，蠻好吃的。但他們家甜度有點高，原味可唱，考驗一個店基本功的東西啊。整體是發的不錯的哈，但是放的時間稍微有點長，有點回正。而且我懷疑它制作的時候跟其他的東西混在一起了，就稍稍有點其他的菜，有點那種牛肉跟芝士的味道，整體還是 OK 吧，及格的可颂。最後我們4個單品1杯咖啡，一共是消費了136港幣，只能說上海的滬幣可算是找到對手了。而我真正期待的甜品是在這家榮獲50 Best 世界第一酒店、米其林3曜是滿星、亞洲首屈一指的頂奢酒店 Rosewood 瑰麗。老夥伴們應該還記得去年我就已經帶你們去過巴黎的瑰麗酒店輕甜餅房，嘗了嘗那裡的頂奢下午茶，在給出非常高的評價之後，這更加推高了我對這裡的期待。而香港作為瑰麗的本部，這裡的頂奢甜品是否匹配得上這正對維港的頂級酒店光環呢？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bye bye。无奈他們的餅房茶室位置又很難約，然後香港呢大部分的咖啡店又禁止外食，所以我們就在星光大道讓維港美景陪着我們嘗一嘗這個傳說中的大中華區第一蛋撻——瑰麗酒店的北海道騎士弗朗到底是什麼味道吧。首先你們可以看到幾個細節第一，它的酥皮是用的那種可颂面團酥皮，也就是有輕微發酵的，但是它的厚度控制得非常的好，不像我之前经常講，咱們國內有一些店為了賣蛋撻酥皮搞得比塔餡還厚。然後第二個就是烤得非常的透，層次非常的清晰，整體的酥皮都是深棕色的。為了更完整的表達它的香草風味，它在酥皮裡邊也是加了香草汁的。整體的蛋撻的餡是橙黃色的這個是因為它在塔葉裡邊只用了蛋黃，刷了很厚的一層亮面糖水，香草籽也還比較的足。現在讓我們來試試味道。哇，幾個細節可以好好說到一下。第一就是這個預烤過的酥皮是完完全全烤透的。同類產品在巴黎，比如說像水果哥 Cité Grolet， 然後我之前也給你們強烈推薦過的 Banni Facture， 也就是那家品質非常高的保障社區小店，他們都會有存在烤不透死皮的問題。但是瑰麗酒店这個慶蝶的弗朗做得非常的完美，你們可以看到每一層的酥皮是完完全全烤透到金黃焦棕的顏色的，超級的酥脆，有點像那種放在煎餅果子裡的那種脆餅馓子的那種感覺。然後黃油的味道也是非常的棒。說回塔餡它雖然顏色表達是橙色，但是雞蛋的味道我覺得不濃，它整體更突出的是香草跟奶香，也就是他們名字裡招牌的這個北海道奶油的這個味道。為了更加好的突出這個奶味應該是有加一些起司粉在裡面的。口感是那種有點黏嘴糊嘴入口即化的，就跟我教你們的那個弗朗，也跟巴黎最頂級的 Bookstore 家的弗朗是一個口感，這個做得非常的好。而且整個蛋撻吃完你覺得是清爽的不油膩的，甜度呢我覺得对我來說還 OK， 屬於是有略微減糖的法甜的甜度整體來講這個出品確實非常的完美，它每一個細節都有照顧到，整體的出品不管是外形還是味道還是口感都非常的棒，所以在我這裡它毫無疑問是一個滿分的弗朗。
然后是他們酒店的另一個招牌單品哈，千層酥。整體的造型我覺得做的蠻別緻的，它是用那種波浪形的烤盤壓盤烤出來的，酥皮整體不厚。從這裡你們也可以明顯看出跟我們在廣州吃的那個不壓盤的日式烤法區別是非常明顯的哈。上面點綴的有一根長得像香草莢的調溫過後的巧克力薄片，然後就是厚厚的香草奶油。讓我們來試試味道。哇，它這個香草奶油可可脂給的好足啊！我覺得整體表現有點失望嘞。幾個點吧。第一，雖然它這個酥皮看着烤的也非常的透，但是回軟了，就導致這個千層酥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應該有的酥脆的口感。剛剛那個蛋撻都比它酥脆的多，不管是他們存放問題還是處理沒有到位，但是蛋撻都能做好，這個為什麼就做不好呢？對於一個頂奢酒店的餅房來說啊，我覺得很不應該。然後另外一點哈，是它的奶油，它整體的奶油全用的是蒙德甘纳許打发甘纳许，也就是白巧混合奶油之後再打发的奶油。雖然可以理解的是為了香港這種濕熱的天氣哈，你加夠了白巧才能夠讓奶油保持更好的狀態，但是吧，白巧的含量給的非常的多，就導致兩個點。第一，這個奶油吃在嘴巴裡，它在你的嘴巴短暫停留的時候會造成一種油膜的感覺，讓你感覺非常的不舒服。然後第二點就是也確實有點偏甜了，整體的香草味道被可可脂也就是被白巧的味道給蓋過去了，有點太膩了，過於像大白兔奶糖的感覺。這個也是為什麼法式千層酥要選擇用外交官奶油，也就是卡士達醬混打發奶油，因為卡士達醬可以帶來一絲清爽的感覺。說實話，這個離我的預期差別還挺大的，有點失望。簡單總結一下，今天我們這兩個甜品一共是196港幣，每一個單品都是98港幣哈。說實話，我覺得作為香港數一數二的頂級酒店，蛋撻是達到了我的預期的，但是千層酥確實做的稍微差了一些。就像我經常說的一句話哈，這個99分的蛋撻跟外面一眾85分的蛋撻，在細節上它確實是有區別，但是區別有多大呢？又有多少人能夠嘗出這個區別呢？而且就性價比來說的話，這差的14分又是否支撐得起它接近1倍的溢價呢？總之一句話總結就是，作為嘗鮮可以來試試，感受一下什麼叫做頂奢酒店出品的蛋撻。其他單品的話，酌情考慮吧。大致就是這樣。不知道今天的視頻裡你們最喜歡的是哪一款甜點呢？歡迎彈幕留言評論告訴我，也歡迎你們把這期視頻分享給你身邊喜歡甜品、喜歡法甜、喜歡麵包、喜歡烘焙的朋友們。如果你還喜歡這期視頻，請記得一定要幫我點讚、轉發、投幣、收藏、1鍵3連。如果你還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麼請你一定要記得關注和訂閱我的頻道。那麼咱們這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 ，Peace out。